兄弟们，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送中人。故事开始，一个网约车司机正在接单，而奇怪的是，所有男乘客的订单全被拒绝，直到一名女乘客的订单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他才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确认。很快，胡子哥便驾车来到了机场，成功地接到了金发姐。可他刚坐上车，胡子哥便夸她长得漂亮，比相片上还要好看。金发姐并没有接他的话茬，而是自顾自地跟母亲打起了视频电话。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胡子哥得知了金发姐竟有着和自己相同的经历，他们的父母都离婚了。现在金发姐准备前往的是60公里外的父亲家，眼看路程还有一段距离，胡子哥便和金发姐尬聊了起来。 Your mom's a night owl, huh? So your dad, is he like an outdoorsman? Kind of burly, bearded dude, or what? Look, I'm really not trying to be rude or anything, but I'm exhausted. I just had a horrible flight, and I kind of just want to close my eyes and go to sleep. 见金发姐不愿搭理自己，胡子哥只能尴尬地笑了笑。很快，金发姐便闭上眼睛睡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发现车辆已经拐进了一条小路里，同时胡子哥还在通过后视镜色眯眯地观察自己，这让金发姐非常的不舒服。接着还夸他头像拍得好看，觉得他身材非常的棒。金发姐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Yeah, not an especially good one, but yes. Maybe you're being a little too hard on yourself. No, maybe you just have low standards. Maybe. 勉强搪塞过去后，金发姐便从包里掏出了防狼喷雾。胡子哥奇怪的言语举动让他感觉到了害怕，紧接着他便给父亲发去了短信。然而天色已晚，金发姐并没有得到回应。他猜想父亲一定是睡着了，因此金发姐只能强装镇定，尽力安抚住胡子哥。可就在这时，车辆再次拐进了一条小路。金发姐见状立马慌了，觉得对方开错路了。胡子哥却毫不吝啬地将手机递给了他。金发姐在经过一番查看后，发现胡子哥没有说谎，他的确是在按照导航走。胡子哥见金发姐对自己有戒心，还爽快地表示，如果他愿意的话，自己可以按照他说的路线掉头回去。见胡子哥都这么说了，金发姐觉得也许是自己过度谨慎了。随后胡子哥便再次找起了话题，说自己之所以不愿载男乘客，是因为他们都长得像连环杀手，让经常开夜路的他非常没有安全感。胡子哥的一番话也让金发姐暂时放下了戒心。接着胡子哥便讲起了猎人的故事，他们经常会在丛林里狩猎一些大型动物，比如说鹿还有人。胡子哥的一番话再度让金发姐紧张了起来。胡子哥见状只能说自己是在开玩笑。眼看气氛逐渐变得尴尬，导航的手机却突然花屏了。就在他们的注意力都在手机上时，意外发生了。胡子哥急忙下车查看，可他来到车头前却没有发现半个人影。难道是他们出现了幻觉？胡子哥围着车转了一圈，都没有发现撞到东西的痕迹。这条小路处处透露着诡异。就在二人准备离开时，却发现车子打不着火了。金发姐怀疑胡子哥是故意的弄坏了车子，但胡子哥并不想和金发姐争吵，于是便来到车头查看情况。这时金发姐想用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竟发现手机关机了，即便插上了充电器也没有反应。无奈金发姐只能下车，希望能带上行李离开。因为这种偏僻小路应该很少有人路过，再加上现在是凌晨3点，更不可能叫到救援。胡子哥见状只好自己留在原地，而金发姐则是拿着行李去寻找附近的住户，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他壮着胆决定原路返回，可刚走出几十米，便发现来时平坦的路如今却插满施工的路牌。金发姐一脸懵逼，怎么来时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却回不去了？最诡异的是绕行的标志竟然通往森林深处。金发姐见状没有理会，还是毅然决然地朝着施工的方向前进。但没走多远，面前又出现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挑衅的话语：继续走啊，看你敢不敢。这也印证了金发姐的猜想，她怀疑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于是金发姐加快了步伐，她一边观察周围树林的情况，一边朝着目的地前进。很快一块新路牌便出现了，上面画了一个笑脸，还写着他能看见你的话语。她觉得可能是哪个变态盯上了自己。紧接着背后便传来了奇怪的声响，金发姐被吓得丢下行李仓皇逃命。另一边在车里等待的胡子哥只能用香烟来缓解困意。可下一秒，一个人影出现在了车后，胡子哥也通过后视镜好像发现了什么，他赶忙走下车查看。经过一番观察后，
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只发现了玻璃上留下的字，请给收费人付费，不然休想离开。胡子哥觉得是金发姐在整蛊自己，于是他当场问候了对方的父母，真是说曹操曹操到。他刚问候完金发姐的父母，金发姐便拿着手电筒出现在了车头前。胡子哥走下车也是一脸震惊，金发姐明明是原路返回，怎么会从这个方向出现呢？然而金发姐也觉得非常诡异，因为自己并没有转弯，而是一路直行，不知道为什么又绕回了这里。金发姐怪胡子哥将自己带到了这条无名小路，很快二人便再次争吵了起来。金发姐觉得这里还有其他人，在路中间放了一堆路牌来刻意吓唬自己。说着胡子哥也表示有人也在车玻璃上留下了奇怪的文字，接着他便带着金发姐来到了车后。为了安全起见，金发姐回到了车里，而胡子哥则是留在外面放哨。接着金发姐便在车里翻找了起来，看有没有备用电源可以给自己的手机充电。一番翻箱倒柜后，没找到备用电源，却翻出了一沓照片。让金发姐没想到的是，相片上的人竟是自己，还有他与父亲的合照。很显然他是被变态盯上了。可就在这时，胡子哥打断了金发姐，示意她摇下车窗，表示自己要去前面查看情况，让金发姐将手电筒递给自己。看着胡子哥渐行渐远的身影，他便悄悄溜下了车，在后备箱里发现了武器。金发姐将一支箭头握在手里，然后便若无其事地回到了车中。一切准备就绪后，等候胡子哥巡逻回来，金发姐便拿出照片，两人开始了对峙。金发姐觉得那个变态就是胡子哥，可胡子哥面对着无端的指责，又怎么会轻易妥协？愤怒地将相片摔到了后座，随后便打开车门下了车。而金发姐也是得理不饶人，追着胡子哥一个劲的言语攻击，认准对方就是变态。二人吵得热火朝天。可等金发姐再次看向车里时，却发现那些相片不翼而飞了。紧接着树林深处便传出了女人的笑声，诡异的笑声让二人暂时放下了偏见，双双躲进了车里。就在他们商量接下来的对策时，窗户前却出现了一只阿飘，当场就给金发姐吓了一跳。二人赶忙四处观察，提高警惕。胡子哥想要去后备箱取自己的武器，而金发姐却表示外面太危险了，还是别出去冒险了。紧接着车玻璃就被砸碎了。胡子哥捡起那块石头，发现上面还绑着一张纸条，纸上写着道路已封闭，请给收费人付费。他们不清楚收费人是谁，胡子哥管不了那么多，当即拿着弓箭走下了车。很快一束光线与发动机的轰鸣声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驾车的是一名老太太，胡子哥当即表示有人要打劫他们，希望老太太能帮他们报警。接着金发姐便将一系列诡异事件全都向对方说了出来，甚至还说出了收费人这个名字。老太太听后有些吃惊，说自己帮不了他们，因为他们几人不在一个空间里。胡子哥听得云里雾里的，不清楚老太太在说什么。金发姐让对方说直白点。 The toll man. He's not like you and me. He's not a man at all. He's something else, but he has his ways of getting what he wants, getting his toll. If you're passing through his road and he catches his scent, the air of death, he'll bring you into his world. One of you, maybe both of you, has already been close to death tonight, perhaps contemplating ending it, perhaps bound for a tragic accident. So what he does is he takes that death and he makes it change course right into his hands. 金发姐听完老太太话，觉得她不是脑子有病，就是一名十足的神棍。金发姐只希望对方能帮忙报警。老太见他们还是不信，当即就伸出了手，表示他们根本碰不到自己，因为几人根本不在一个空间。就在胡子哥伸出手准备上前时，下一秒却被金发姐拦了下来。接着老太表示自己之所以能看见他们，是因为她之前接触过收费人。金发姐根本不相信对方，觉得老人太过迷信，坚持让对方帮忙报警。老太见状也不再多言，只是告诫二人不要让收费人看见，否则他会进入你的脑子，让你产生幻觉。老太走后，两人便回到了车里，甚至金发姐还觉得老太有可能与恶作剧的人是一伙的。二人经过一番商量后，觉得不能在车里坐以待毙，于是他们便壮着胆来到了树林里，或许出路就在树林中。就在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时，身后突然飘过了一个人影。等二人反应过来后，背后却突然多出来一台留声机，正在播放着婚礼进行曲。留声机前面放着一张贺卡，写着诚邀你们来参加迪伦与玛丽的婚礼，而上面的名字正是金发姐的父母。两人觉得太诡异了，最终他们的好奇心还是战胜了恐惧，朝着亮灯处继续前进。可突然一个麻袋包裹的人挡在了他们的面前，很快麻袋里便传出了求救声。金发姐觉得声音非常的熟悉，
他立刻上前打开了麻袋，没成想竟是他的父亲。金发姐询问父亲是谁把你绑在这的。父亲虽然没有回答他的话，但却叮嘱金发姐离胡子哥远一点，表示他也参与其中。说完，父亲便领了盒饭，悲痛情绪瞬间占领了金发姐的大脑。他起身询问胡子哥为什么要杀自己的父亲。胡子哥听后也是一脸懵，表示我一直和你在一起，哪有时间去杀你的父亲。很快胡子哥便发现这是幻觉，金发姐回头看去，父亲的尸体果然消失不见。金发姐有些难以接受，刚刚那个明明就是父亲。可等他再次转过头，却发现胡子哥背后站了一个人。胡子哥见状立刻展开了攻击，但物理攻击根本无法伤害他。二人见状只能往树林深处狂奔，以此来摆脱收费人的追赶。随后两人来到了一处木屋前，胡子哥一眼便认出这个地方母亲曾经带他来过，这他们之前野营的地方。二人觉得外面太危险了，最终壮着胆进入了小木屋。就在他们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背后却突然出现几台电视机，桌上还有一把手枪。这时两名打扮怪异的男女出现在了电视屏幕里，女人掏出一张纸条提示金发姐不要背对着胡子哥，因为他会趁机杀了你。而经过这一系列诡异的事，金发姐清楚一定是收费人在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收费人见蛊惑不了二人，于是便将屏幕画面切换到了他们的视角。二人当场愣住，不知道怎么回事。胡子哥挥了挥手，发现动作与屏幕里一致。 What is the point of this? You just tried to kill me. No, I fucking didn't. That was just a trick on the screen. I didn't do shit. No,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Well, has anything made any level of sense tonight? Come on, Cammy. Oh my god, this is exactly what he wanted. I played right into his hands. 经过胡子哥的一番开导，金发姐意识到自己险些被收费人控制。收费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斗个你死我活，随后好得到死去人的灵魂。胡子哥想起了老太太的话，不要让收费人看到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制造幻觉了。所谓二人觉得返回车中，等到天亮一切就会结束了。接着他们便小心谨慎地准备离开，可面前却出现了两个面具人，还有一堆刚点燃的篝火。其中一人起身摘下了面具，胡子哥见状当场愣住，原来此人正是他的母亲。胡子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母亲在自己很小的时候便服药自尽了。胡子哥很想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在欲望的驱使下，他还是追了上去，把金发姐一人留在了原地。等他回过神来，发现另一个面具人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后，面具人迅速上前抓住了金发姐。画面一转，金发姐醒过来后，眼前多了一张床和一男一女。金发姐走上前后，发现床上的女孩竟是大学时的自己。她曾经遭到了前男友的侵犯，不但没人相信金发姐说的话，还觉得她精神不正常，就连警察也不相信她的证词。接着金发姐的父亲与母亲便也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就在金发姐快要崩溃时，她又来到了一处病床前，床上躺的正是年迈的自己。年迈的金发姐蛊惑她举枪自尽，然而她并没有那么做，反倒识破了收费人的骗术，成功解除了梦境。随后胡子哥便扶起了金发姐，二人一路狂奔，准备逃离这里。可就在这时，一群手持西瓜刀的新娘挡在了他们的必经之路上，他们赶忙调转方向，朝着另一边逃离。很快他们便冲出树林，来到汽车附近，但那群新娘却步步紧逼，好在两人迅速躲进了车里，这才暂时逃过了一劫。紧接着二人封住了车窗，这样一来收费人就无法看见他们了。二人以为等待天亮就没事了，可就在这时，倒车影像突然亮了起来。收费人让他们看看时间，时间依旧是2点53分，原来从刚刚开始时间就静止了。二人这才意识到，就算耗下去，他们也不会迎来天亮，因为在这个空间里时间是静止的。随后收费人又掏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需要死1人便可以成功缴纳路费。这时胡子哥眼神突然变了，一个劲的跟金发姐道歉。金发姐还以为他要做傻事，还好心的鼓励他不要放弃，只要等到天亮就好了。 She said, he looks for the air of death. Tonight before I picked you up, I was thinking... What were you thinking? I was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were gonna look like after I fucked and killed you. If he only needs one. There's no use pretending anymore, Cammy. 见到金发姐应声倒地之后，胡子哥坐进车里想要离开，但车子却还是无法启动。他怀疑金发姐可能是没有死透，于是便拿了支剑准备上前补刀，边走边说金发姐只是自己众多目标之一，在他之前自己杀过很多女孩。说完便蹲下准备动手，
这时，金发姐突然抓住了他的手，用防狼喷雾弄伤了胡子哥的双眼。紧接着，金发姐便用剑刺穿了胡子哥的咽喉。伴随着胡子哥的死亡，金发姐也昏死了过去。没过一会，她就被警笛声吵醒了。父亲也跟着警察来到了现场，金发姐成功获救，老太也按照约定替她报了警。至此，影片结束。兄弟们这里我大胆的推测下，或许老太就是收费人。见到两人的第一眼，他就向胡子哥伸出了手，目的就是为了收走他的灵魂，但却被金发姐阻止。好在恶有恶报，胡子哥成功领了盒饭。